哎呀，你这口刀不错呀。司天剑送，我要说是监正老头送的，估计也没人信。万一信了，传扬出去还会惹来觊觎者的目光。法器？不是法器，没有铭刻阵法，唯一的特点就是硬，像我一样。对了，后天是陛下祭祖的日子，你们应该有过几次经验了吧？我们只要守着桑坡边缘就行了。祭祖大典在桑坡举行，桑坡是皇城外的小湖，恰好在京城5卫军营的拱卫之中。祭祀流程由太常寺和礼部负责。打更人的任务很简单，维护秩序，保护皇室宗亲的安全。外围的巡逻有御道卫、金吾卫等皇城禁军。今日的任务是日巡，日巡有日巡的好处，除了打更人之外，还有巡城的御刀卫、府衙的捕快等。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拍靴子啊，这么精致啊！这让我们可以有时间摸鱼，累了可以勾栏听曲儿。勾栏听曲，如何？好啊！掐！住！徐公子又见面了，多日不见，吕捕头愈发英姿飒爽。两位也别来无恙。喊他许公子，到我就是2位，合着我和广孝只是俩没有名字的小角儿啊！对了，三水街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也在你们巡查的范围内。有命案？既然遇上了，就一起去吧。死者是这位妇人的丈夫，膝下仅育一10岁独子。至于死者，书房各处完好，没有被撬动的痕迹，也没有翻窗的脚印，房梁上同样没有。熟人做的，门窗完好，房梁没有脚印，基本排除是闯入书房行凶。死者坐姿端正，从趴桌的角度来看，是一瞬间死亡，没有挣扎。正常人在家里书房坐着，应该是放松的、惬意的，不应该是这么端正的、一丝不苟的坐姿。这说明死者与凶手是认识的，不但认识，还是让他非常敬畏或害怕的人。另外，死因乍看是割喉，但我猜真正的死因是前额这里。凶手手法很利索，没有割喉管，而是直接把侧面的颈动脉给割断了，一看就是老手。但割喉并不会造成当场死亡，而这位小奇官直接趴在书桌上死掉了，没有挣扎，没有让鲜血溅得到处都是。由此推断，死因并不是割喉，真正让他当场死亡的是，凶手击碎了他的额骨，大脑受到了致命伤，导致死者没有反应的机会，没有挣扎的机会，当场去世。死后僵直遍及全身，尸斑不在位移，角膜相当浑浊，估计死亡时间超过17个小时，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在夜里杀人的。我建议从这几个方面追查：一、府衙近期开的夜行评书；二、询问御刀卫是否有在附近遇到可疑人物；三、询问负责夜巡该区域的打更人；四、询问家属死者近期的人际交往情况。这就好了，给出方向了。这才多久？可惜他已经是打更人，府衙要不过来。如果有这么一个优秀出色的童谣，真是人生一件快事。吕捕头，刚刚问完话了，死者近期没有与人结仇，昨夜也没有客人来访。死者只是一个小奇官，排除了仇杀，那会是什么原因让凶手深夜入宅杀人行凶呢？把刘汉的夫人带过来。好。家里是不是突然多了些银子，或者刘汉与你说过些什么？前几天，夫君他倒是说过，要带我们离开京城，去外头过潇洒的日子。具体是多少天前？好像是1旬左右前吧，记不太清了。他收了贿赂，被人灭口了。但是，一个金吾卫小奇官会因为什么事被灭口？没记错的话，金吾卫负责内城的东城门和皇城的东城门。或许我们应该去见一见刘汉的直属上司。刘汉的上司是金吾卫百户，虽然都是百户，但金吾卫的地位可比御刀卫要高太多了。后者是单位保安，而前者是领导的保镖。我们要上门问话，得有衙门发的牌票做凭证。此事甚是蹊跷，不过皇城守备森严，一个小奇官翻不起什么了。照例问话便是，金吾卫自己会查。另外，陛下祭祖的日子马上就到了，
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这件事上。爱也会古代上，装逼的妖媚，谁知楼里做呼啸的流放，水眼不见了，妖物来背锅，大风筝切鸟，路到有分多少嘲笑，笑看九州市，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用尽所需，怪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拉风大跟人笑谈风起，有头有脸梦老的现实线，推理破谜团警察也呈现，笑看江湖路轻松又自在，笑看九州市推理我最强，线下世界心照样能破案。警察穿越猫蛛丝马迹寻，没有完美罪，除非是天意。